第39章。劳里很懒。劳里本来打算在尼斯住1个星期，结果住了1个月。他厌倦了一个人旅行，艾米的存在让他在异国他乡也感到了家的温暖。他怀念邻居们的关爱，能找回一部分，也让他很高兴。因为别人的客套话再好听，也没有马奇姐妹的真挚关怀让他舒坦。艾米从来不像其他人那样娇惯他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很高兴见到他，总是和他待在一起，好像把他当成了他挚爱家人的代表，他比自己敢承认的代表。所以两人在一起很开心，花很多时间相处，骑马、散步、跳舞，或者只是消磨时光。因为在尼斯，夏天大家都不可能太忙碌。然而，当他们看似无忧无虑的玩乐时，实际上，即使不太自觉，他们也在互相探索，对彼此形成了新的看法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劳里对艾米越来越敬重，对自己则越来越不满意。在他们敢于说出口之前，两人都感觉到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。艾米想让他高兴，他也做到了。这位年轻的姑娘感谢他们共度的美好时光，并以一种充满女性魅力的、难以言喻的方式回报他。劳里没有抗拒，很轻易地就接受了，并努力去忘记。他告诉自己，所有女人都应该对他友善，因为他爱的那个人对他太残酷了。他不是个吝啬的人，如果艾米肯接受，他会把城里能买到的各种小玩意儿和饰品都送给他。但是，同时他又觉得，他无法改变艾米正在对他形成的看法，并且害怕看到那双湛蓝的大眼睛。那双眼睛带着几分悲伤和几分轻蔑的惊讶注视着他。大家都去摩纳哥玩1天了，但我更喜欢留下来写几封信。现在我写完了，我要去瓦尔罗萨画画。你想和我一起去吗？艾米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问劳里，他像往常一样，在中午12点左右来找他。当然，但是今天是不是太热了，不适合走这么远的路？他轻声问道，因为刚从炎热的街上进来，客厅里的凉爽和阴影显得格外诱人。我有一辆小马车，巴蒂斯特可以开车。你只要负责撑着遮阳伞，小心别弄脏你的手套就行了。艾米说道，带着一丝嘲讽的目光看着朋友那双一尘不染的手套。那是他的弱点。那么，我很乐意去。说完，年轻人伸手想去拿画板，但他却把画板夹在胳膊下，略带尖刻地说道：“不用麻烦了，我拿着也不累。但我不确定你是不是也一样。”劳里扬了扬眉毛，快步跟上飞奔下楼的艾米。一坐进马车，他就抓起了缰绳。可怜的巴蒂斯特只好交叉双臂，在他的座位上打盹。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吵起来。艾米是因为有教养而不吵，劳里则是因为懒得吵。所以，过了一会儿，年轻人从艾米帽檐下探出头，带着探寻的目光看着他。作为回应，他笑了笑，他们便非常友好地继续赶路了。这是一段迷人的旅程，蜿蜒的道路旁点缀着许多如画的景致，令人赏心悦目。从一座古老的修道院里，传来僧侣们庄严的歌声。一位牧羊人，光着腿，穿着木鞋，戴着尖顶帽，肩上搭着一件粗布外套，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抽着烟斗。羊群则在岩石间吃草，或在他脚边歇息。他们经过一头温顺的灰色驴子，它驮着装满刚割下的青草的柳条筐。一个戴着风帽的美丽小女孩坐在绿色的草堆中间。他们还看到一些老妇人摇着纺车纺纱，一些眼神温柔的黑皮肤孩子从简陋的小屋里跑出来，向他们兜售花束或还连着一小段树枝的橙子。整片山丘都覆盖着夜色深暗，
枝干虬曲的橄榄树，果园里挂满了金黄的果实，路边则开满了大朵的深红色秋牡丹。瓦尔罗萨果然名副其实，因为那里常年如夏，玫瑰花四季盛开，无处不在。它们覆盖着入口的拱门，从大铁门的栏杆间探出头来，仿佛在欢迎来客。又在柠檬树和棕榈树间蜿蜒攀爬，一直延伸到山顶的房屋。每个阴凉的角落都摆放着椅子，供游人小憩，欣赏花坛的美景。每个清凉的石窟里都有一尊微笑的宁芙大理石雕像，四周环绕着鲜花织成的地毯。每座喷泉里都倒映着深红、纯白或淡粉的玫瑰，它们低垂着头，仿佛在欣赏自己在水中的倩影。房屋的墙壁、屋檐和柱子上都爬满了玫瑰，大露台的栏杆也是如此。从露台上可以欣赏到地中海的阳光和坐落在海岸边的白色城市。这里真是度蜜月的绝佳去处，你不觉得吗？你见过这样的玫瑰吗？艾米停在露台上，一边欣赏风景，一边呼吸着花香，问道：没有，我也没被这样的刺扎过。老李回答。他刚试着摘一朵够不着的红玫瑰，结果把拇指放进了嘴里。往下一点，摘那些没有刺的。艾米建议道，灵巧地从身后的墙上摘下3朵米黄色的迷你玫瑰。他把它们别在朋友的纽扣孔里，作为和平的象征。他好奇地看了几秒钟，因为他血管里流淌的意大利血液让他有些迷信。此外，他多愁善感的心情也让他总爱在事物中寻找双重含义，以至于几乎任何景象都能激发他浪漫的情怀。当他想摘那朵红玫瑰时，他想到了乔，因为鲜艳的花朵很适合他。他记得他带过那样的玫瑰，是从家里的温室里剪下来的。艾米给他别在纽扣孔里的淡色玫瑰，是意大利人放在逝者手中的那种。劳力想知道这个预兆是指乔还是他自己，然而他美国式的理智很快战胜了感伤。他发出了艾米与他重逢以来听到的最真诚的笑声。这是个好建议，照做就不会扎到手了。年轻的姑娘说道，以为他的笑声是针对他的话。谢谢，我会的。他开玩笑地回答，虽然几个月后他会真心实意地说出这句话。老李，你什么时候去看你爷爷？艾米过了一会儿问道，他坐在一张简朴的长凳上。很快。在过去3个星期里，我听你这么说过几10次了。我不觉得奇怪。简短的回答可以省去很多麻烦。但是他在等你，你应该去。你真体贴。这我知道。那你为什么不去呢？大概是我天性顽劣吧。不如说是你懒散，这很不好。艾米严肃起来。没那么糟。如果我去了，会给他添麻烦，所以我宁愿留下来，再打扰你一会儿。你更能忍受。实际上，我觉得这对你有好处。老李舒服地靠在栏杆上，好像打算在那里消磨一段时光，什么也不做。艾米摇了摇头，带着认命的神情打开了他的话本。觉得这孩子需要好好听一次训诫，于是又开始了。你现在在做什么？我在看蜥蜴。不，我不是指那个。我是说，在你人生的这个阶段，你在做什么或者想做什么？如果你允许的话，我很想抽支烟。你真是无可救药。我不喜欢你抽烟。只有在你给我当模特的时候，我才会同意。我的画里需要一个人像。那将是我的荣幸。
你想让我摆什么姿势？要画全身，还是3/4身？站着还是躺着？恕我直言，我建议我们试试躺着的姿势，你也加入我。我们可以把这幅作品叫做无所事事的甜蜜。只要你别动，你爱睡就睡，我要工作。艾米坚定地说。真是令人钦佩的热情。他评论道，然后靠在一个高高的花瓶上，神情完全满足。如果乔现在看到你，他会说什么？艾米不耐烦地问道，希望提到他精力充沛的姐姐能让他有所反应。他会像往常一样说：“别烦我，泰迪，我很忙。”老李笑了起来，但他的笑声听起来不自然，一丝阴影掠过他的脸庞，因为念出那个心爱的名字，重新揭开了尚未愈合的伤疤。艾米对朋友的语气和神情都感到惊讶，因为虽然他以前也听过这些话，但他不记得在老李的眼神里看到过如此强硬、苦涩、痛苦、不满和悲伤。他几乎来不及分析，老李就立刻装出了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。当他在阳光下摆姿势，没戴帽子，眼里充满了南国的梦幻时，艾米从艺术的角度打量着他，觉得这个年轻人完全可以冒充意大利人。他心不在焉，沉浸在自己的遐想中，仿佛完全忘记了艾米的存在。你看起来像一座沉睡在自己坟墓上的年轻国王的雕像。他一边说，一边仔细地勾勒出他清晰的映衬在深色石头背景上的轮廓。但愿我是。这么想太疯狂了，除非你已经毁了你的生活。你变了这么多，有时候我会想。艾米停顿了一下，带着几分羞怯和忧郁看着他的朋友，这比任何言语都更有说服力。老李察觉并理解了年轻姑娘不愿明说的关切之情，他看着她的眼睛说，就像他常对姑娘的母亲说的那样，一切都很好，夫人。这句话足以让艾米安心，驱散了近来困扰她的疑虑。这也让她很感动，她热情洋溢地说，我很高兴。我并不是觉得你是个坏孩子，但我猜想你可能在那个堕落的城市巴登挥霍了你的钱财，或者某个已婚的法国女人用她的魅力偷走了你的心，或者你卷入了年轻人去欧洲旅行时似乎非经历不可的那种麻烦。别待在阳光下了，过来躺在草地上，到我身边来，让我们做好朋友。就像乔以前我们俩坐在沙发上谈心时对我说的那样。老李顺从地躺在草地上，为了消遣，他开始摘雏菊，把它们插在艾米放在地上他身旁的帽子上。我洗耳恭听你的秘密，他说道，饶有兴致地看着年轻的姑娘。我没有什么秘密，你先说。我也没有。你可以告诉我一些家里的新鲜事。我已经把我最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。你没有经常收到消息吗？我以为乔会给你写整本书那么多呢。他很忙，而且我又总是在各地奔波，所以很难保持通信畅通。你什么时候开始你的艺术巨作，拉菲拉？他问道。在短暂的沉默之后，突然改变了话题。在那段沉默中，他一直在想艾米是否知道他的秘密，并想逼他说出来。永远不会，他果断而又失望地回答。在罗马，我受到了教训，因为看到那些奇迹，我明白了自己是多么渺小，于是放弃了我疯狂的计划。你为什么要放弃？你有天赋和毅力。正因为如此，有天赋是一回事，成为天才是另一回事。无论你有多大毅力，
都无法从前者变成后者。如果我不能成为伟大的画家，我宁愿不尝试。我害怕成为一个平庸的画家，所以我决定放弃。那你打算做什么呢？如果你愿意告诉我，我会发挥我的其他才能。如果幸运的话，我会成为一位优雅的女士。这番话无疑是大胆的，表明这位年轻女子个性很强，但大胆是年轻人的特权，而艾米的抱负也有坚实的基础。老李笑了笑，但他很欣赏这位年轻女子面对新目标的劲头，没有停下来哀悼另一个他曾长期珍视的梦想的破灭。哦，我猜弗雷德·沃恩也参与了这个计划，不是吗？艾米保持着谨慎的沉默，但脸上却露出了如此沮丧的表情，以至于老李坐起身来，非常严肃地说：“我可以像哥哥一样问你一些事情吗？我不能保证我会回答你。即使你的舌头沉默，你的脸也会告诉我答案。你还没有足够的老练来隐藏你的感情，亲爱的。去年我听到了一些关于弗雷德和你的传闻，我觉得如果他没有突然回家，并在那里耽搁了那么久，你懂我的意思。这不该由我来说。”艾米矜持地回答，但她的嘴角却泛起一丝微笑，眼中的光芒清楚地表明她意识到自己的魅力，并为此感到高兴。我希望你们没有订婚。老李完全进入了兄长的角色，语气非常严肃。没有。但是如果他回来，并且郑重其事地向你求婚，你会接受他，对吗？很有可能。那么你爱着那个好弗雷德吗？如果我愿意，我可能会爱他。但是你不会主动去爱，直到时机成熟，对吗？天哪，多么谨慎！艾米，他是个好小伙子，但我不觉得他适合你。他有钱，有教养，举止优雅。艾米说道，尽管她因分享自己的打算而感到有些羞愧，但还是努力保持镇定和尊严。我明白了，社交界的名媛们离不开钱，所以你想找个好人家来安身立命。我没说错吧？这想法不错，也很符合时代潮流。不过从你们姐妹口中说出来，考虑到你们有那样的母亲，我觉得有点奇怪。然而，事实就是这样。这声明简短，但说得平静而果断，与说这话的年轻女子的年龄形成了对比。老李本能地注意到了这一点，又躺了下去，心中充满了一种无法解释的沮丧。年轻人的神情和沉默，以及他自己的内疚，让艾米怒火中烧，决定不再拖延，立刻指责他的行为。如果你能坐起来和我说话，我会很高兴的。他尖刻地说。瞧这小丫头片子，有本事你就让我起来。如果我下定决心，我肯定能让你站起来。艾米说道，好像急于开始。那么，我允许你。老李回答，很高兴在这么长时间的克制之后，又能重拾他最喜欢的消遣，惹别人生气。5分钟之内，你就会怒不可遏。我从来不生气，而且我提醒你，只要一方不愿意，两个人就吵不起来。你不知道我能做什么。你的冷漠纯粹是装出来的。如果我惹你生气，你不会好过的。好吧，惹我生气吧，我正需要点乐子。你可以把我当成丈夫或者地毯，如果你愿意，可以把我抖到你累为止。艾米非常生气，渴望老李放弃那种让他恼火的冷漠。他磨尖了舌头和铅笔。开始了。弗洛和我都给你起了个外号，懒鬼劳伦斯，你觉得怎么样？
他以为这会让他生气，但他却双手交叉枕在脑后，面不改色地回答说：“不错，女士们，谢谢。你想知道我对你的看法吗？”我很想听。好吧，我鄙视你。如果他带着恼怒或轻佻的语气说“我恨你”，他会笑，甚至会喜欢。但是那声音中的严肃，近乎悲伤，让他猛地睁大了眼睛，立刻问道：“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”因为你拥有一切可以让你变得善良、快乐、帮助别人的条件，却宁愿做坏事，变得不幸，而且什么也不做。小姐，你真会说话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继续。请便。这很有趣。我想你会这么认为。自私的人喜欢谈论自己。你觉得我自私吗？这个问题是不由自主地问出来的。他非常惊讶，因为他一直以自己的慷慨为傲。是的，一个非常自私的人。艾米继续说道，声音平静而冰冷，这使得他的训斥比用愤怒的语气说出来效果加倍。我一直在观察你，而你却一直在玩乐。我一点也不为你感到骄傲。你离家已经6个月了，你只是在浪费你的时间和金钱，让你的朋友们失望。难道一个人在辛苦工作了4年之后，没有权利稍微放松一下吗？你看起来并没有拼命工作，而且我看你也不太擅长努力工作。当我们在这里见面时，我觉得你有所进步，但现在我明白了，我错了。我觉得你连我离家时那个年轻人的半点价值都没有。你变得非常懒惰，喜欢说闲话，把时间浪费在琐事上。你宁愿被那些非常愚蠢的人奉承和浇灌，也不愿赢得有识之士的赞赏和尊重。你拥有一切，金钱、才华、地位、健康和英俊的外表，但你只是一个虚荣的人。说实话，我很抱歉这么说。你拥有这么多美好的东西，可以让你幸福，对别人有用，但你只是游手好闲。与其做一个你应该成为的有为之人，你还不如……艾米停了下来，脸上带着悲伤和怜悯的表情。烤架上的圣劳伦斯，老李带着讽刺的口吻替他把话说完。然而，这番训斥开始起作用了，因为年轻人的眼神里闪烁着另一种光芒。他一贯的冷漠也变成了一种夹杂着痛苦和愤怒的情绪。我就知道你会一笑置之。你们男人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天使，我们可以把你们塑造成我们想要的任何样子。但是，一旦一个女人真心想帮助你们进步，你们就嘲笑她，不理睬她。这说明你们的奉承有多么不值钱。艾米痛苦地说完，然后背对着那个躺在他脚下令人恼火的殉道者。很快，一只手盖住了他的画纸，让他无法继续画下去。老李用一个悔过的孩子般的语气说道：“我会变好的，我保证，我会变好的。”但艾米没有心情开玩笑，因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。他用铅笔敲打着那只伸出来的手，非常严肃地说：“你难道不为有这样一只手感到羞耻吗？它像女人的手一样柔软白皙。看起来你只用它戴过上等皮手套，摘过花送给女士们。谢天谢地，你不是个花花公子，不戴钻石或镶着大印章的戒指，你只戴着乔1年前送给你的那枚戒指。我亲爱的姐姐，我多么希望她能在这里帮助我。”我也是。老李迅速抽回手，声音中充满了激情，连艾米都感受到了那份强烈的情感。他突然用另一种眼光看着他，试图证实或推翻刚刚闪过脑海的念头。但他仍然躺着，脸被帽子半遮着，
好像阳光让他不舒服，胡子也遮住了他的嘴唇。他唯一能看到的是，他的胸膛随着呼吸起伏，那呼吸又长又深，简直像是叹息。还有那只戴着戒指的手，深深地插在草丛里，仿佛想隐藏什么对他来说太珍贵或太令人激动而无法言说的东西。几秒钟之内，艾米回忆起一些琐事和细节，它们突然有了新的意义。她明白了姐姐从未向她透露过的事情。她意识到老李从不谈论乔，想起了他先前脸上掠过的阴影，他的态度转变，以及他固执地戴着那枚小戒指。那枚戒指对于如此漂亮的手来说，实在算不上什么装饰。女孩子们很快就能明白这类细节的含义，并且深知它们的意义。艾米早就猜到朋友改变的原因可能是失恋，现在她确信了。泪水涌上了她的眼眶，当她再次开口时，声音里充满了最温柔和善意的关切。我知道我没有权利这么说，老李，如果你不是世界上最善良的孩子，你肯定会对我生气。但是，我们都那么爱你，为你感到骄傲。我无法忍受家里人像我一样失望，看到你变了这么多。虽然现在我明白了，也许他们会比我更能理解你。我想是的。老李没有抬起帽子，用一种阴沉的语气说道，这让艾米印象深刻。他们应该提醒我，而不是让我犯错。在你最需要耐心和理解的时候责骂你。我从来就不喜欢兰德尔小姐，但现在我讨厌她。艾米巧妙地说，试图证实她的怀疑。兰德尔小姐见鬼去吧！老李喊道，露出了脸上的表情毫不掩饰他对那位年轻女士的感情。请你原谅我，我以为……艾米圆滑地打断了话。这不是真的，你很清楚我唯一感兴趣的女人从来都是乔。老李用他一贯的急躁语气断言，然后转过脸去。我有点怀疑，但是没有人告诉我，而且你又去旅行了，所以我以为我错了。乔没有回应你吗？为什么？我敢发誓，他非常爱你。他爱我，是的，但不是我期望的那种方式。既然你认为我是个如此不值得的人，那么他没有爱上我，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幸事。不管怎样，如果我现在是这个样子，那都是他的错。你见到他的时候可以告诉他。艾米不安地看到老李脸上的表情又变得冷硬和痛苦，因为他不知道该用什么药膏来抚慰。我批评你是不对的，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，请原谅我，我非常生气。泰迪，亲爱的，我希望你能更好地接受他。别像他那样叫我。老李举起一只手，阻止艾米继续用那种一半同情一半责备的他姐姐特有的语气说话。等你遇到这种事的时候，我们再看你怎么处理。他小声补充道，同时拔起一把草。我会更坚强地面对。如果我不能赢得对方的爱，我会努力赢得对方的尊重。艾米自信地说，这是没经历过的人才会有的自信。说实话，老李认为他已经处理得很好了，因为他没有抱怨，也没有寻求理解，而且他已经离开了，以便忘记他的悲伤。艾米的训斥让他对情况有了新的认识，因为他第一次感觉到，在第一次失败时就灰心丧气，是一种软弱和自私的表现，就像用冷漠的态度来保护自己一样。他突然觉得好像从梦中醒来，再也无法入睡。他坐了起来，平静地问道：“你认为乔会像你一样鄙视我吗？”如果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当然会。他无法忍受懒惰的人。你为什么不做一些了不起的事情，
然后让他喜欢你呢？我已经尽力了，但都没有用。你是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吗？那是你最起码应该做的。你这样做，更多是为了让你爷爷满意。如果在投入了那么多时间和金钱之后，没有通过考试，那才真是丢脸。而且我们都知道你能做到。但事实是我失败了，因为我没能让乔爱上我。老李说道，头枕在手上，带着忧郁的神情。不，那不是真的。最终你也会明白的。你取得了一些成就，并证明了你可以实现你的目标。如果你设定一个新的目标，无论是什么，你都会重新找回希望和快乐。你的悲伤将成为过去。那是不可能的。试试看，你就会知道。耸耸肩对自己说，他懂什么对你没有帮助。我不想装作专家，但我很会观察，而且我比你想象的更了解你。我喜欢分析生活和人们的矛盾之处，因为即使我不能总是解释清楚，他们也能作为例子，让我避免犯同样的错误。没有什么能阻止你一生都爱着巧，但不要让它毁掉你的生活。因为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，就放弃生命中所有的馈赠，这是一种卑鄙的行为。好了，我说完了。我知道你会做出反应，而且你会像一个男人一样行动，尽管那个铁石心肠的女孩。两人沉默了几分钟，老李转动着手指上的戒指，艾米则修改着他说话时匆忙画下的素描。然后他把画放在朋友的膝盖上，问道：“你觉得怎么样？”他看了看，忍不住为这幅画的精湛技艺而微笑。画中一个瘦长的懒洋洋的身影躺在草地上，神情慵懒，眼睛半闭着，一只手里夹着一支雪茄。袅袅的烟雾盘旋在年轻梦想家的头顶。你画得真好，他由衷地赞叹道，对这位年轻姑娘的技艺感到惊喜，然后笑着补充说：“是的，的确，这就是我。你现在就是这样，而你以前是这样。”艾米把另一幅画放在前一幅画的旁边。第二幅画虽然画得没有那么精湛，但充满了活力和神韵，弥补了许多不足之处，并且如此生动地唤起了过去，以至于年轻人的神情在注视他时突然改变了。那是一幅未完成的速写，画的是老李驯服一匹马的情景。他摘掉了帽子和外套，他整个人的姿态，脸上坚定的表情，指挥若定的气度，都充满了活力和决心。那匹美丽的动物刚刚屈服，在绷紧的缰绳下弓着脖子，不耐烦地用一只蹄子踏着地面，竖起耳朵，仿佛想听从征服者的声音。动物飘逸的鬃毛，其手随风飞扬的头发，以及它挺拔的身姿，都传达出一种勇敢、力量、勇气和年轻的乐观精神，与那幅无所事事的甜蜜中描绘的慵懒优雅，形成了鲜明对比。老李没有说什么，但是当他的目光在两幅画之间移动时，艾米注意到他脸红了，嘴唇也抿紧了，好像接受了他刚刚给予他的教训。这让他很满意，不等他说什么，就用他一贯活泼的语气解释道：“你还记得那天你和你的马帕克玩牛仔游戏吗？梅格和贝斯很害怕，而乔则拍手欢呼。我坐在栅栏上画你。前几天，我在一个文件夹里发现了这幅画，就把它拿出来给你看看。谢谢你。从那以后，你进步了很多，我祝贺你。尽管我们身处一个度蜜月的绝佳去处，我可以提醒你，你下榻的旅馆5点钟开饭吗？”说完，劳力站起身，带着微笑和鞠躬，把画还给了他，然后看了看手表，好像在提醒他，即使是道德说教，也应该有个限度。
尽管他努力恢复先前那种轻松随意的样子，但很明显那是装出来的，因为年轻姑娘的挑衅比他愿意承认的更有效。艾米为他又恢复了冷淡而感到难过，心想，他生气了。好吧，如果这对他有帮助，那就太好了。如果他最终讨厌我，我会感到遗憾，但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，我一个字也不会收回。在回去的路上，他们欢声笑语，谈笑风生。跟在后面的小巴蒂斯特断定先生和小姐心情极好，但事实是，他们俩都感到不安。真挚友谊所特有的坦诚受到了损害。太阳被几片乌云遮住了，尽管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很快乐，但两人心里都很难过。今晚想和我见面吗，我的兄弟？艾米在姑妈房间门口告别时问道。我很抱歉，但我有约在身。再见了，小姐。老李躬身去吻她的手，这是一种他运用的恰到好处的外国习俗。他脸上的某种表情让艾米赶紧说道：我求你了，像往常一样对我，像你过去那样告别。我宁愿像英国人那样真诚地握手，也不愿像法国人那样浮夸地告别。再见，亲爱的。老李用他想要的语气说出这些话，然后热情地握了握他的手，几乎让他感到疼痛。第二天，艾米没有等到往常的拜访，而是收到了一张纸条，这让他起初笑了，最后却叹了口气。我亲爱的导师，请代我向你姑妈告别，并为懒鬼劳伦斯像个好孩子一样去看望他爷爷而高兴。我希望你度过一个愉快的冬天，愿神明保佑你在瓦尔罗萨度过一个美好的蜜月。我觉得弗雷德会从你的训诫中受益，请代我转告他，并代我向他道贺。你感激的，特勒马克斯。好孩子，我很高兴他离开了。艾米带着赞许的微笑想到，但下一分钟，当他看到空荡荡的房间时，心情沉重起来，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是的，我很高兴，但是我会多么想念他啊！